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家都听过，但又不一定真的了解的东西——中国的防火长城。请先把你脑中那道墙的印象丢掉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带你看的是一个更复杂、更聪明的东西。它是一台巨大的监控机器，而且它正在把我们熟悉的网际网路硬生生地切成两半。它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护网络安全，而是为了控制资讯的流动。它利用了网际网路最初设计时那种开放、自由的精神，反过来把这些底层的协定通通变成了精准控制的武器。如果要监控一整个国家的网路流量，但又绝对不能把它搞到宕机，这要怎么做？听起来超难的，对吧？但它的架构设计真的就做到了。你不可能把一个设备直接串联在全中国的网路中间，对吧？那万一它坏了，不就全国都断网了？风险太大了。所以他们用了一个更聪明的方法，叫做 out of band， 也就是旁路设计。第一步，用一个叫光分路器的东西直接把所有流经的流量复制一份。第二步，你原本的流量完全不受影响，零延迟直接走。然后最关键的第三步来了，他把那份复制的流量拉到旁边的分析系统去慢慢检查。这就像是海关让你先过关，但你的行李被复制了一份送到小房间仔细检查，所以你完全感觉不到延迟，但你的一举一动全都被看光了。从盖这道墙的人的角度来看，这简直是天才设计。要扩充，简单旁边多加几台分析电脑就好了。而且，就算旁边这套审查系统整组坏光光、宕机了，你原本的网路也完全没事，照跑不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常常觉得网路明明很顺，但该看不到的东西你还是一样看不到。而且它还不是只有一套系统，它是分层的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大的安检网路。在北京、上海这种主要的国际出口，也就是骨干层，放的是最高级、最精密的检查设备。然后在各个省的电信机房，也就是接入层，就放比较简单的设备，做一些基本的 IP 封锁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可能会发现，在不同省份或用不同电信商，同一个网站的封锁情况会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的规则并不是全国都完全同步的。好，我们知道它在哪了。那下一个问题就是，它到底在找什么？他怎么决定要拦截哪些资料？这就像一个过滤网，有好几层。第一招也是最狠的 IP 封锁。这招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在网络世界的地图上把某个地址给涂掉。它告诉所有路由器，嘿，这个地方不存在了。所以你的资料送出去，就像一封寄往幽灵地址的信，永远都到不了。再来这招 DNS 污染就更阴险了，这根本就是一场恶意的赛跑。当你的电脑问路，请问 Google 的 IP 地址是几号？ GFW 在旁边偷听到，他会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抢在真正的答案回来之前，给你一个假的地址。结果呢，你的浏览器就被骗了，傻傻的走到一个死巷子里。这时候你一定会想，不是有 HTTPS 加密吗？这样应该就安全了吧？问题就来了，加密是没错，但在加密连线建立的第一步，有个东西叫 SNI， 它就像你寄信时信封上写的那个收件人地址，信里面的内容是加密的，没错，但邮差也就是 GFW 还是一眼就看到你要寄给谁，只要这个收件人在他的黑名单上，那这封信就直接被销毁了，连线直接切断。好，如果这些都没用，那它就要出动比较贵的武器了，像是深度封包检测，去仔细看你的流量特征，看看是不是长得像 VPN。但最狠的是现在最新的这招 AI 行为分析，它已经不看你传什么了，它开始研究你的行为，看你的流量模式正不正常。这就让很多传统的伪装方法越来越难了。以前，它就像个只认得通缉犯长相的保全，看到特定特征就拦下来。但现在跟未来，它已经进化成一个用 AI 的行为分析师了。它根本不在乎你加密的内容是什么，它只分析你这个流量的行为怪不怪。比如说，为什么这个连线的数据看起来特别随机？这就很可疑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一旦他发现可疑连线，他怎么动手？他不是被动地挡住不，他会发动一次主动攻击，直接把你的连线从内部给拆了。
这就是为什么你上网有时候会看到那个连线已重置的错误，那不是你家网络不好，那是一次非常精准的攻击。GFW 侦测到你的敏感请求，然后它瞬间伪造成伺服器，送一个重置封包给你，同时它又伪造成你送一个重置封包给伺服器，结果就是你跟伺服器都以为是对方挂了电话，这个连线就这样瞬间被谋杀了。除了这种直接的谋杀，它还有其他招数，像是主动探测，它会假装成一个普通用户去敲那些可疑伺服器的门，看看门后面的反应是不是翻墙软体。另外一招更折磨人，叫 QoS 操纵，它不杀你，但它让你的连线生不如死，故意丢掉你的封包，让你的速度慢到像拨接上网，让你气到自己关掉。好，既然我们知道了它是怎么攻击的，那自然就会有反制的技术嘛。于是这就开始一场技术上的军备竞赛。我们就来看看那些曾经很红的翻墙工具是怎么一个一个被破解的。最早啊，像是 Shadowsocks， 它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把所有资料都加密成一堆看不懂的乱码。但后来强也变聪明了，他不只是傻傻的在旁边听，他还会主动出击。一旦他觉得某个流量怪怪的，他就会直接派个探子去敲敲你伺服器的门，试探一下。如果你的伺服器傻傻的用 Shadowsocks 的方式回话，那就抓到了 IP 立刻拉黑。好，第一代的方法被破解了，那第二代的工具就学乖了，他们开始玩伪装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正常的 HTTPS 网站连线。俗话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强也升级了，他开始用 AI 来玩大家来找茬。就算你模仿的再像，你这个假浏览器在跟伺服器打招呼的方式，跟真正的 Chrome 或 Firefox 总会有一点点极其微小的差别。那 AI 呢，就能靠着这些蛛丝马迹，也就是所谓的 TOS 指纹，把你认出来。那现在最新的技术可以说是把伪装玩到了极致，甚至直接去借用真实大网站的凭证来用。但是你猜怎么着？强现在更狠了，他连你长什么样子、打招呼的方式都不看了，他开始直接分析你的行为举止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一般上网是不是点一下，载入一些东西，停一下，再点一下，流量是一阵一阵的。但如果你是用隧道，那个流量通常是持续不断、很稳定的。这个行为模式本身，在 AI 眼里就是一个大大的疑点，直接把你标记起来。那像 Tor 这种为了匿名而生的终极工具呢？很不幸，它也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设计本身就有弱点。第一，它的公开节点列表早就被封光了。第二，就算你用私密的桥接点，它还是能透过探测发现你。最致命的是第三点， Tor 为了匿名，流量本身就具有高度的随机性。这个特征在 AI 的眼里，简直就像在黑夜中点了一盏明灯，太明显了。当然啦，凡事都有例外，其实还是有官方认证的管道可以除去的。比方说，你用国外手机号办的国际漫游，或是大公司用的那种超级贵的国际转线，这些线路啊，因为走的不是一般民众的通道，所以他们就直接绕过了这整个审查系统。GFW 的演进史其实就是一部网际网络通讯协议的受难史。想想看，这场永无止境的攻防，已经把那些原本设计来连接我们所有人的开放协议，扭曲成了什么样子？这真的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，那个我们曾经梦想的无边界的全球网络，它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？